前文书说到，机器恐龙市场开始呈现饱和，各家第三方也开始寻求新的题材。在此间 ，DX9 开创小比例的新纪元，但回望整个第三方业内，从 MP 到口袋战争，各个级别都被悉数占尽。此时还要入场的第三方只能另谋出路，但谁又想错过这波心照不宣的恐龙狂欢？所以那些搜肠挂肚的冷门题材也如骑兵一支，向这场混战中突袭而来。漫画粉丝永远都是变完圈的边缘群体。纵观整个变形金刚的 IP， 漫画的受众群体并不小，一代代的画师，一部部的作品，不仅补完着海之宝那充斥着无数 bug 的世界观与设定，作者们都在用尽一切心血来让所有的不合理变为合理的同时，还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的形象，并深入人心。多少迷友是因为漫画的人设补完，才被角色的魅力所吸引。反观官方对于漫画粉永远都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态度。官方出过的漫画角色虽然说也不少，但真的很难有几个能拿得上台面的作品。况且完全不重视的态度，你想收集起某部漫画里的角色，在变完圈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。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出货，各式版本各式比例的混乱，连让人凑合搭配都完全做不到，更何况大部分玩具都只是为了模具利益最大化的重涂。漫画玩家真的可怜，他们只能从这些零零散散的东西里淘换着角色补完，与他们在每页分镜中所想象的光怪陆离截然相反。官方成本的限制完全不可能塑造出有灵性的角色，那又怎么办呢？你这个禽兽！来人呐，给我打1330大板！被迷友誉为神作的 DW 内战篇，曾经诞生过至今都耳熟能详的人气角色，当然机器恐龙肯定也位列其中。那个年代官方也将其捧在手上，当成块香饽饽。可以说当年官方钛系列就是为 DW 漫画而生，一众相关角色都悉数登场，且当时并不多见的一体变形通天晓、补天士均出自这个系列。当然钢索大王也榜上有名，相当还原的造型，奇怪的赛星坦克也成了漫画迷手中期盼已久的礼物。敦实的造型，大量的合金件，诚意满满的作品，是如今那些挖空心思的偷胶根本无法比拟的存在。太漂亮了，这是！一时间，漫画的迷友迎来他们最辉煌的时刻。官方终于为他们开辟的产品线，让多少人趋之若鹜，争相购买。含金量极高的钛系列，主打的就是金属质感的厚重，但隐患也因此而生。变形的需要，使用纤细的塑料链接挂在沉重的合金件，别说玩上几次后的松动现象，有的甚至在包装的运输颠簸都会震断，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技术的不成熟。加之合金件的铸造本就比塑料注塑成本高出不少，品质、工艺、成本、市场等一系列压力下，海之宝决定放弃这条产品线。钛系列在出了10几套设计、20几个重涂后，自此宣告烂尾。而我们的钢大王就像我们在序章中所讲，再次取得独挑大梁成就，想让官方凑齐5龙真的太难了。于是当你官方不作为的时候，自然会有第三方来填补这块市场。当然我说的肯定不是 FPJ， 但这里要乱入一段剧情。FPJ 虽然在原创恐龙线大大的栽了个跟头，且至今都没翻起身，但他还出过 DW 的内战钢索，相信许多年轻玩家都完全不知道。那个年代几乎是第三方一哥的 FPJ 准备脱离变形金刚的 IP 做自己的原创产品， WB002 的胸甲战士就是其中的第一款作品。理性来说，这款的设计确实非常不错，巧妙的结构和胸甲小人互动的玩法，加上后现代的科幻造型，单拿出来真的还可以。可惜叫好不叫座，再加上离谱的售价和同样离谱售价的车厢，让这款胸甲战士慢慢消失在玩家的视野。
当 FPJ 悔悟过来，独立原创 IP 还为时尚早的时候，他还需要依附于变形金刚这个 IP 下的灰色地带猥琐发育，于是将胸甲战士重涂成 DW 内战版的钢索。还别说，这个重涂的样式其实还算有模有样，该有的一些元素也都还原个七七八八，可以说是擦着 DW 内战漫画的造型与原创的风格融合产物。其实如此品质与噱头，本可以让这个模具再次大卖，但 FPJ 选择将其作为 TFCon 会场独占推出，这也是很多玩家并不知道这款玩具存在的原因。只能说 FPJ 的这个市场营销真的是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，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。所以官方的钛系列 DW 钢索卖单，曾经被坊间传闻是官方设计师试验田的 FPJ 也追随着脚步一起让钢索卖单。咱能不能好好出货，别天天打游击战行不行？官方折腾完了，第三方折腾，怎么你们都把漫画粉丝当冤大头呢？但此时人群中钻出一个小小的身影，用他稚嫩的语气唯唯诺诺地说道：铁工厂进行出战，干正事儿的来了，而且是一次性礼盒形式出齐。作为一个在漫画线打拼多年的小比例厂家，铁工厂深知漫画粉丝的迫切需求。这次的 DW 内战舞龙甚至不用分包装，一盒一盒购买，一本满足的漫画玩家终于在小比例线看到了属于自己小圈子的曙光。他们就像一辆辆大车疯狂碾压着铁工厂这名小正太，并且铁工厂也相当争气。真个是莫道人小个头不高，夜夜鏖战万众妖娆，红烛高挑娇莺轻颤，涓涓陆地牡丹妖娆。宛若河畔杨柳轻摇，恰似梨花纷乱树梢。久旱逢源，浪浪催尽，是肉林抖擞，传缠求饶。好，哎呀！只见那小将胯下一把明晃晃，不行，车速太快了。我没上车啊！我没上车啊！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铁工厂的舞龙直接戳在漫画粉丝最敏感的需求点上。加之在有限的零件与尺寸上尽可能的还原了漫画中的载具和人形。再有，就算你不相信铁工厂的其他所有品质，唯独它的美型你可以永远信赖。漫画粉的要求并不高，只要你角色出的全，人形做得好，其他一切都可以忽略。更何况本次的铁工厂舞龙每一款设计还都可圈可点，变形结构在自家的产品中至今都属于第一梯队。于是此套舞龙的推出，彻底奠定了铁工厂在漫画迷友心中的地位，也在这场第三方恐龙大混战的乱世中，为自己争得一席地位，雄霸至今。成也恐龙，败也恐龙。DW 内战中 ，FPJ 与铁工厂成了最具代表性的人物。一面是江湖老帅的就此隐归，一面是新秀小将力挽狂澜。当然，能从那场血雨腥风中脱颖而出，如今的铁工厂依旧在 NA 与 MS 的夹缝中呈现小比例三足鼎立的态势。它就像默默蛰伏的东吴，坐看5次北伐，卧听6出祁山，而是使白衣渡江，进而火烧连营。回想起老对手 FPJ，他深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而多年的沉淀终于让铁工厂有了自己的新系列。半原创的武士系列，风格讨巧，造型喜人，加之变形设计又让自己更上一层楼。但铁工厂不会像 FPJ 那么激进，只是在这个第三方灰色地带里显得白了那么一点点。彼时的厮杀让稚嫩的铁工厂磨练成坚韧不拔的意志，而此刻的时间点不偏不倚，刚好再次撞上与 NA 的对决。一时必可掐住，此时此刻。当然，漫画恐龙并不只有 DW 内战，就算在时隔许多年的今天，恐龙的硝烟仍在弥漫。小比利这边后续如何抗衡，暂且放下不谈。新一轮的机器恐龙大战似乎也在悄然间慢慢呈现。曾经致力于游戏线的 P 叉，
在上界五龙混战中以独树一帜脱颖而出。可游戏的题材也日益匮乏，热度也在渐渐散去。机制的转型后，皮查尔开始向漫画线进军。在出了史达与萨拉斯之后 ，IDW 超越视觉，钢索再度来袭。巨大的尺寸、帅气的造型，再次让漫画迷友心驰神往。但 MMC 的那张表似乎还没出锅。新一轮的争夺在大小两套比例间开始慢慢拉开序幕，那或许是我们将来再次盘点时的故事了。有道是残景内战太乙中，忧心又几重。老马垂暮斜阳浓，昔日盛世一朝崩，入寒冬。江东不负五金刚，混战骑兵扛。众谋今在入庙堂，曹魏蜀汉力量庞，万古扬。欲知后文书，取龙岩自甘堕落，修罗王两败俱伤。精彩回目，我们下文分解。这里是新生 UP 少主力，如果你喜欢这个太空桥底下说书的，记得关注、收藏、投币、转发，你们的支持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你喜欢变百科这个系列，就让它更加繁荣吧。我牵着马儿观着花，四海为家无牵挂。问深山谁人家，借盏浊酒论天下。我牵着马儿观着花，三尺